站在滔滔的赤水河畔，你会想到一首什么歌呢？回荡在我脑海里的就是这首《英雄赞歌》。现在的茅台镇早已不是解放前红军四渡赤水时穷困偏远的小镇，现在的茅台镇已经是中国西部最富的镇，整个城市都是一幅蒸蒸日上的景象。茅台镇在2020年的 GDP 为1092亿元，人口有10.66万，人均 GDP 约100万元。也许茅台镇现在的大名都归于贵州茅台，可是茅台镇不仅有酒，也有红军战士的鲜血曾经流淌在滚滚的赤水河中。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这个有着红色基因的中国酒都茅台镇。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请一定点赞支持，您的支持是我们继续创作的动力。我们刚刚吃个饭出来了，那个餐厅太难找了。我们俩昨天晚上和今天白天早上中午都吃了同一家餐厅，因为这个茅台镇全是卖酒的嘛，对，酒那个体验馆，还有酒业各种，你像这边就有。然后那个餐厅我们就找不着，那当地人都不吃饭吗？感觉不吃。我们每天都是在同一个面馆吃饭，别的馆子都没找着有卖饭的。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看这边啊，1、2、3、4、5层，每一层都是卖酒的，全部都是。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酒是粮食做的，知道吧？酒可以抵粮食。我的妈呀！可是我不行啊。酒是粮食精，越喝越年轻，是我爸的话。大家好，我是狒狒，我现在在贵州的茅台镇。我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茅台镇的1915广场，应该呢说是这个镇的中心位置，也是游客集散的中心。这个1915广场呢是为了纪念茅台酒在1915年获得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奖章的时候建立的。当时跟茅台酒一起获奖的呢还有法国的白兰地以及英国的威士忌。我们看到后面写了4个巨大的字，神秘茅台。我们往上走走去看看。这有一个雕塑啊，一头牛，然后一个精壮的汉子赶着牛，后面拉了几罐酒。你知道在茅台镇这边哈，他们这边农业主要种植的就包括有机高粱，有酿酒的主要一个材料。这边呢山地比较多，地不是很平，但是中间有一条赤水河嘛，赤水河呢可以说是茅台镇的生命之河了。两边呢种的是有机高粱，而且呢茅台酒厂也就在这个河边。不仅是茅台酒厂，整个茅台镇分布着大大小小上千家的酒厂，从业者达到了数万人，而整个茅台镇呢包括农业人口一共才10万人。哇，厉害了，基本都在造酒。是啊，这个镇子全都是酒香啊！昨天晚上下了雨，早上刚刚晴，这种比较湿润的空气中啊，这酒香就弥漫得特别浓。全是酒香，它有点像那个酿醋、酿酱油那种味道。对对，差不多一个味儿是吧？是。它这边的雕塑，雕塑全是搬酒运酒。城里面到处都是跟酒有关的雕塑和字符。现在的茅台镇俨然一副中国酒都的模样，赤水河两岸的街道都是卖酒的商店和大大小小的酒厂以及售酒公司。来到这里，你才会对酒都这个词有一个直观的概念。所有的人甚至所有的产业似乎都因酒而生，连空气也是满满的酱香白酒的味道。这是一个酒瓶造型的哈，对，酒瓶金色的，往下再倒着，然后弯弯曲曲的流过去。其实这个地方呢，要是从它的自然环境来讲，跟贵州和重庆就随便找一个那种山区，自然环境是差不多的。但是因为这里有酒，有茅台，所以这块游人如织，经济也非常的有实力啊。我眼前的这个桥就是红军4渡赤水第3次渡赤水河的这个桥，是吧？当时就是从这个位置过去的。对，
后面建了一个那个4渡赤水纪念馆。对，我们现在从桥上走过去吧，走重走一下当年红军的那个路线。走。这还有雕塑。我们现在是来到了这座铁索桥上，这个铁索桥是横跨在赤水河。当年红军呢，就是从这里4渡赤水第3次就从这儿走的。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结束后，毛主席呢率领着红军4次飞渡了赤水河，至当年的5月渡过了金沙江之后，是完成了战略转移的伟大胜利。那后面的4渡赤水的纪念馆里面就陈列了当年这些革命的成果。这边还有那个红色志愿者，红色志愿者，好酷啊！能租吗这衣服？你们是在这儿拍照的吗？对。哦，这是马灯啊。对呀，马灯。这里面装的。能拍一下吗？装的酒。哎呦，茅台镇，这是茅台酒是吧？马灯酒业。酱酒。这还有马灯酒业有限公司。我们现在在往对面的那个纪念馆走去，我们脚下就是赤水河，这个河还挺宽的，水也挺干净，但不知道为何就总是感觉河水里面有一股那个白酒的味道，就整个城都有那种味道。当年红军从赤水河过去的时候，肯定是没有这么好的桥。来到贵州茅台镇，不可避免的一个话题就是茅台酒厂。茅台集团最近几年可以说是相当火，茅台的市值也位列股市第1名。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茅台集团的工厂。茅台集团总部平均海拔423米，占地约1.5万亩。从航拍视角可以清晰地看到，赤水河两岸分布了茅台集团的厂房，这些厂房也都建在茅台镇内。厂房排布得非常有规律，依着地势逐级地向赤水河谷整齐地分布着。由此可见赤水河对茅台的重要性。比较显眼的一个建筑就是茅台集团的一个大楼，大楼高度近100米，屹立在赤水河畔。大楼顶部的标语写着“爱我茅台，为国争光”，可见茅台集团的雄心壮志。接下来我们还进入了茅台酒厂，下面就跟随我们的视角一起看看这个贵州经济的顶梁柱。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请一定点赞支持，您的支持对我们非常重要。茅台1车间办公大楼，前面就是茅台的酒厂了哈。生产车间，这边好像是茅台酒厂的1车间。哦。2、3、4应该在下边吧？我们去前面问看能不能进去，好去里面看看。好。哎，这酒味好重啊，闻到没？全是酒味儿。特别浓。所以说，当地那个大哥刚才跟他说，他已经闻不到空气里面的酒味儿。不知道这是啥味儿了。其实对于我们来说，这种下雨天啊，它那酒味更浓。我估计咱在这地方待1个月啊，你每天你一出门睡觉，反正整天都弥漫这个味儿，你就不会觉得啥。嗯。我们现在去看看茅台集团的办公大楼。走，往下转一转。我真的感觉我在这儿待1天，光呼吸的这些酒是不是都值几万？值，绝对值。这又是茅台厂的那个办公大楼了，茅台集团的办公大楼。爱我茅台，为国争光。他们好像还有一座楼，我不知道在哪儿，那个楼特别的高，我在图片上看到的。美女你好，你是这边上班的吗？啊，对。我想问一下，我们能不能到那个下面去啊？这边楼梯下去之后，可以下去。你是在办公大楼还是什么地方？我想去参观，想看看。办公大楼吧？你这样吧，你下去，顺着下去之后往前走，然后就有一个花盖，好像是那个信息中心，然后直接下去就可以。可以进去看啊？可以进去，在上面它有一个停车场。好的。然后上面是办公区。好，谢谢。再往上面走就。谢谢。没有啊，刚才那个美女是茅台集团的员工啊，在这上班的。感觉好有钱，背了一个 LV。
这边的工资应该也挺高的吧？嗯不过这个比较隐私啊，不好意思问人家。但是茅台镇整个的消费都巨高，对超级高，吃的还有他们一些日用品什么都挺贵。对标一线城市。整体而言，茅台厂虽然看起来不是很新，但是工厂各个方面看起来都很正规，一切都井井有条，职工的福利也很棒。茅台集团机关食堂，到饭点儿，菜上也有，是的。刚好到了饭点儿，我俩想看看能不能顺便吃个午饭，便问工作人员能不能付钱在食堂里吃饭，被告知只能刷卡吃，所以只能无奈地出门了。这个食堂看起来非常整洁干净，想必伙食一定很好，没有机会尝试一下，很是遗憾。这里面是个室内的体育场，看着还挺大的，对好像有那个篮球，还有羽毛球场，对，室内体育场。走看看去。比我们以前的公司看起来福利好多了。茅台的体育场，茅台集团自己的有一个标准的篮球场，还有2个羽毛球场，那边还有2个乒乓球场，挺大的，挺好的。健康生活，快乐工作，挺好的，跟我们以前公司总部的标准都差不多了。真好。在这边上班这个环境真的特别好，里面有那个公司的食堂，然后有一个体育场，看看上面那个路啊，那个像塑胶颜色那个，然后两边绿化也特别的好，就像员工像这个点儿吧，如果晚上要加班的话，吃完晚饭顺着这个道散步，空气整个都很好啊。你看看这边，我刚才看到好多人往那个山上走去了，空气真好。茅台集团总部占地约 1.5 万亩，员工人数 4.2 万余人，而茅台镇的总人口约为10万多一点，真的可以说是一个茅台半个厂。下期视频我们将会向当地的经销商了解一下如何在茅台酒的产地买到平价的茅台酒。前几期视频跟大家介绍了茅台镇，那么在茅台集团的总部茅台镇，如何才能买到价格1499元的53度飞天茅台呢？我们在当地打听了一番，原来真的有好几个途径可以买到出厂价的茅台。下面就让文涛和狒狒带你一探究竟吧。我们现在呢来到了茅台镇，这边有一个卖酒的一条街，也不能这样讲，茅台镇到处都是卖酒的街，但这边会稍微集中一些。我们去问一下，就是大家都知道那个飞天茅台在茅台镇当地是卖多少钱？走吧。哎，那个53度的飞天网上卖多少钱？就官方价。官方指导价好像1000多，1600吧，但是那个现在我看大多数都卖2600到3000。1000多价格买不到，普通市场价就是2600、2700。咱看看当地卖多少钱吧。这排都是卖酒的哈。对。好，注意安全。和那边也是，这边也是。这边车好多呀。坐吧。哎。这有一个茅台王子酒，去看看。老板，我们想给家人带点酒的，你这儿飞天53度多少钱飞天53度，对，我们这里没有飞天。哦，你们这儿不卖啊？对，你们不卖茅台啊？没有卖茅台，没有飞天，因为外面不允许卖飞天。外面不允许卖啊？对。哎，那我看对面那个就是彩虹桥那边还有好多商家在卖飞天嘞。他们可能只是放在这里面当一个展柜，但是他是不允许贩卖的。他们没有这个资格是吧？对。那我们在茅台镇要买的话，去哪儿买？去了国酒文化城里面预约，或者他在茅台国际大酒店里面办理。文化城好像关着呢。已经可以开了，现在已经开了。现在已经开了。
而且他现在如果说要飞天的话，应该也就只有国际大酒店办理入住可以签证。这么麻烦。我觉得刚才那个我那个大哥他说有的时候有活动，是不是一个人可以买到原价那种1600的是吧？1600的活动的话，就是说飞天就是机场不多，机场从外地从茅台国际大酒店指定的航班飞回来的。就是说我要买那个便宜的酒，还要去订他们那个航班和那个酒店。对，天哪，也有这样子的。就是你们这儿价格差不多，也就是跟我们那儿一样哈。对，因为我们去拿价也是一样。因为像我们也是拿出来，但是我们不能卖。所有的茅台酒的话，都是都要放1年才能发酵5年。生产1年，放5年放至少4年，将生产的流程要5年，最要5年才能出厂。我刚刚听对面有个人说，一个人有2个名额，偶尔能买到1600的那种。他坐活动的时候得坐飞机过来的就可以，要是坐什么飞机啊？坐啥飞机？就正常的航班嘛，你坐飞机到马德机场那里啊。他有时候在机场买哈。对，你比如从你的陕西啊，对，其他地方过来的，每个人就可以买2个。是遵义机场吗？茅台机场，不用来镇上，有段时间贵阳机场也可以。有段时间贵阳机场也在做这个活动。茅台机场是第一个可以购买1499元53度飞天茅台的地方。茅台机场呢，通常是指遵义茅台机场。该机场在2017年10月31日正式通航。茅台机场为了发挥自身航空加旅游以及航空加酒的作用，会在一些新开通的航线时给予乘坐的乘客一次购买1499元53度飞天茅台的机会，但是这些信息也只有在航班开通时才会通知，需要经常关注。第二个渠道呢，就是茅台中国酒文化城。茅台中国酒文化城是茅台镇中一个展示中国酒文化的博览馆，门票60元每人。参观茅台中国酒文化城时，也是有机会购买1499元53度飞天茅台的。但是该展馆并不能保证每位参观者都能购买到，这个取决于当天的供应情况。第三个渠道就是茅台国际大酒店。茅台国际大酒店是茅台集团的产业，在这边入住是可以购买2瓶1499元53度飞天茅台的，但是只能选择在公众号预订或者在酒店预订才有这样的机会。当我打开公众号时发现，茅台国际大酒店好像根本订不到房，然后我把时间拉到1年之后的2022年5月，仍然是全部订完的状态，可想而知这样子购买平价茅台的难度之高。这就是我们此次茅台镇之行从当地的老板口中得知的3个购买1499元53度飞天茅台的渠道。刚才下大雨了，我们在那个大哥的店里避雨坐了1个小时，跟他们聊了好久。就根据我们的了解，就是他们茅台镇当地人也不太容易买到原价的飞天酒。他们这边呢，大概行情是这样子的，就是那个酒没有开箱的带包装的，1瓶大概在3300左右，是吧？对。然后那种拆开的散酒是在2600、2700，对，真的不便宜。本来我们真以为茅台镇的茅台酒很便宜，实际上呢，跟咱们在其他渠道买的差不多。是的。另外有那种就是偶尔做活动，有那种1499的原价酒。但是一个人只能买2个，而且不一定能抢到，而且还要那个是坐航班、坐飞机在机场买的一个专门的一个。是的，在茅台机场，而且还要去住茅台的大酒店。有时候是那个贵阳机场也有，偶尔。是的，是。